好，赖清德今天亲自出马啊，立法院搞什么鬼？在野党怎么阻挡我们？好，所以今天中午邀51个民进党立委去出席便当会。哦，那行政院长不出席，奇怪了，照理讲行政院应该来啊，行政长没有，总统自己来吧，你的 one man show 哦。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国民党跟民进党共推的法案伤人民的权利，所以我们要共商国政啊。那另外呢，说他们现在有2种方法，一种不执行，因为你通过不执行呢，那是怎样？第二种呢，不附属，因为法案呢，行政院长要附属，所以呢，财划法不附属，哦，所以民进党说你怕在野党干嘛？武器都在行政院手上啊，你犯法很多啊，对不对？复议哦，释宪不执行、不附属都可以啊。那另外呢，专家兵说在野党不敢倒戈，哦，专家兵上次也就讲了，说你们不爽，你们去倒戈啊。那问题是在野党现在占多数，他干嘛倒戈呢？就是他们好不容易选出来多数，哪有多数党自己倒自己的戈？除非是有特别的原因，否则他干嘛倒自己的戈？以前倒戈是不爽这个，比如说这个行政这个总理首相或者怎么样，或是呢这个情况对他非常有利，他要倒戈以后重选，选了以后大赢，除非这样子否则不会提前选举的啦比如新加坡。因为那时候人民新党看到李光耀过世，然后哇，这个人民怀念李光耀，提前改选，人民新党大赢。好，他用这种才有可能，否则哪有说我现在是多数，我还要去给你倒戈以后再重选一般是不会的啦这不合民主的常态了那另外呢，这个赖总统的便当会，所以呢，所以现在就是行政院以后会不会就是不附属或者不执行就不给你干，看你怎么样，你们自己去表决爽的吧。那卢秀燕就说了，不执行。公务人员要以身作则，给国民做示范呢。立法院3读通过了，你可以这样不附属、不执行那徐巧芯又问朱荣泰说：“你是土皇帝你要打赖清德的脸你什么意思啊？那另外呢，在野党正式提案还是要赖清德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而且呢，为了这个1.25兆的军费任性军费，而且罗志强说他是书记长一定要询答，模式可以讨论。”多问多答都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我只报告完就走，你只要报告完之后，你在总统府开记者会，好的，到立法院干嘛那另外呢，有一个这民众党做的民调了说对1.25兆的国防预算怎么样？那到底会不会打仗？因为打仗才要编这么多预算嘛。所以65%的民众认为2027年不可能开战，因为赖清德有说2027年要开战了，或者说27年可能准备好要开战了，所以你看认为会开战的这个不太可能的40.5%。这个完全不可能24.8%，所以加起来这个65.3%。那另外呢，这个可能或很有可能的加起来20.5%所以基本上呢，大部分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是你编那么多钱，花那么多钱百废待举，很多地方偏乡的医疗各方面的教育等等都需要钱，干嘛花在这上面然后呢，赞不赞成赖清德去立法院国情报告？66.6%赞成他去报告，而且答复提问，我们看一下。蓝白并没有检讨改进，也没有得到教训。这段时间以来，蓝白主导的立法院所通过的种种的法案，严重影响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放着中央政府总预算不审，也阻止国防特别预算进入委员会来审查，反而是变本加厉，透过逕付2读，没有公听会，也没有委员会审查。这种程序不正义的方式，通过许多法案。总统赖清德向在野说出重话，中午更要从台南赶回民进党中央，与51位党籍立委召开便当会，共商国事。总统呢考虑会请行政院长依宪法上明文的附属权，来针对后续以及前面的各项法律案，到底如何因应。做出个准备，在立法院朝小野大，要商讨争议法案怎么攻防，是否也为卓院长亲自拆弹。我有时候看他这样心力交瘁，我心里很难过。不去留的话，我看他是泰然处之。民将立委王世坚也帮爆区，但面对蓝白修法的财划法版本，卓荣泰呛声不执行，但复议案咨文5号就送到总统府跟行政院，最晚15号要附属并公告法案附属与否，真的很头痛。但另外一头，民众党继续喊话，要总统到国会进行国情报告，请总统可以尽快来国情报告，而且接受立委的提问。朝野僵局时间无限延伸。来，老沈。主持人，我要花
半分钟给我的粉丝解释一下。因为我从第1段开头到现在第5段开头，整1个小时没有讲话啊！我不解释一下，我的粉丝会转台哦，而且他们忽然间会认为说，转走了，不是，他们会认为说老沈大概已经转走了啦。他们会长大，他们会认为说，一直等，走来走去。失智症开始了啊，要么就是小中风，要讲没有办法讲话，报平安都不是，我是被冷冻在这里啊，然后坐冷板凳坐了4天，对，整1个小时，但是你们放心，我钱还是照拿啊，所以没有委屈，没有委屈。不过哈，我真的你还是要转达我这番讲法。但你每次转达，你到底有没有转达？有时候这个太犀利了，没，我一点都不犀利，我刀我都没有磨就进来了。我告诉你，总统为什么要请执政党的委员去吃便当，而把它称为拆这个子弹哈？我不懂我不懂，因为你要请吃便当要来拆弹的话，你应该请在野的委员，没错，应该请在啊。但是呢，请弹呐。但是我也充分理解，这些在野的委员不会去吃啊，吃了这个蛋也不会被你拆，所以你的苦情啊，你的苦衷我充分了解。但是你请了这些50几位执政党的委员，这去吃了以后，到底拆了什么蛋？你的蛋在哪里啊？你拆的方法是什么？你明明知道这个拆是没有用的，所以主持人，我这里要提醒我们政治人物啊，现在当然不包括我在内，但是政治人物最近几年都争执在干什么？在拼命在制造金句，你知道不？金句，比如说1条凳子4条腿3条被砍断了，那个也是金句。铿铿锵锵，从从容容，那个也是金句。但是每一个金句都有它的生命，有些人大概几天就死了。你晓得有一个属于我的金句，从李登辉修宪到今天还活着，只是大家没有去领悟到。今天台湾政治的困局就是朝小野道嘛，就是李登辉把他修一个权力无限大的总统。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行政院长不需要立法院各会同意权通过的行政院长，他随时可以换。而且呢，如果他复议失败了，他可以不辞职，那这个国会也不肯倒戈，因为倒戈了，你把我解散，我算来算去不合算。所以我的金句就是一件西装换了3条破内裤，一领西米露。换3领破烂裤，你还记得吗？你看，你这根本就是不看重我嘛！你记得没有几个人？不，你去翻翻那时候的报纸，好吧？那个时候报纸，你们真的都不记得吗？一领西米露，换3领破烂裤，你们都不记得吗？我那时候跑休闲，对不起，我也不记得。所以我也不能怪你们，这个是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是老沈自己记得，不是只有我记得我的东西啊！你去看看历史的记录啊，这个在我们整个宪政史上的演变，我那个时候的金句，今天不但不是金句，今天是钻石句啊！不得了，这钻石的句，一件西装配3条破内裤。所以呢，今天赖清德总统如果聪明的话，他应该告诉这些委员，你晓得我们今天的处境是什么？我们是在享受不穿西装的快乐，因为穿西装夏天很痛苦，所以我们今天是不穿西装快乐，但是换来3条破内裤的痛苦。那个痛苦是什么？就是我动弹不得，行政院长动弹不得，这个就是那个复议无效，我的选择，这个再也不能。那他如果现在真的像他这样讲的，要不然就是不复议、不附属了，不附属法律不成法律嘛，就是说不执行，你觉得这样？他原来是不执行，现在想不附属。不是，我觉得总统有良心的话，应该讲句，因为这个时间，我的时间不长，我要给他们讲说，总统应该讲。我们是有2个选择，一个是恶法依法，还有另外一个是无法无天。按这2个相比的话，应该是恶法依法。如果再也没有违法，照着规矩来，他们通过的法再坏，有多坏？因为等着时间嘛。还有呢，时间出来以后，他们真坏，
他们下一次的选举就完蛋了嘛。这个是恶法亦法。你这句是金句，大家会永远记得。宁可恶法亦法，不可无法无天，好不好？来，吴峥，好。好，我开始前，我先简单回应一下因为刚所有议员提到说，民进党现在是不是恐吓台湾人民说要战争了啊，贩卖恐惧，然后甚至说2028不会有和平选举？我想不是而是一个，其实民进党的概念很简单的，就是我们认为对于军事防卫、安全、国安这种事情是这个，对于中共有一天可能会来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是这个信则无，不信则有。我们越是正视到这个风险，越去准备，那其实它发生的机会反而降低，因为我们准备越好。好，那讲回来这个宪政的这个事情，那其实这是今天中午在中央党部便当会啊，那其实总统是邀集我们党团的51个委员，那他也没有设定题目，就是说来听听看啊，因为现在很多立法院的重大法案，在民进党立场，我们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啊，例如说这个中配的双重国籍啊，就是直接从国籍法里面来去除掉啊，例如说年金改革啊，把它停止啊，甚至倒退回去等等等等。那所以总统就想听听看，第一线的委员们怎么看这个事情。那确实，委员们各抒己见啊，也有人提到，所谓刚刚大家提到的，是不是例如说不执行，然后有人说是不是根据宪法37条啊，总统这个颁布法律要行政院长附属，所以行政院长可以不附属，这个都是等于说现在大家的一些意见啦。那其实总统也并没有讲说，那是不是他接下来要采取怎么做？但我想强调的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问题根源啊，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其实现在在一个很特殊历史上的时刻，这个时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没有一个宪法最终端的裁决者的。因为我记得我大一上大学政治系嘛，然后上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与政府，那时候我老师陈纯文，然后陈纯文一进来就讲说，大家你们高中都上过，就是说法律大于命令，宪法大于法律嘛。好了，那可是今天路边有人违法，警察可以抓他，那有人违反宪法呢？宪法不会自己守护自己啊，好，所以我们要大法官。可是现在我们宪法庭确实是陷入了一个无法运作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根源啊，就是当行政院他认为说很多法律，立法院修过以后，他认为有违宪，或认为窒碍难行。那他到底现在去申请释宪，可是宪法庭就被瘫痪了。那到底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应该回到民主的根本来看。就假如我退万步言了，假如今天卓荣泰他真的最后不附属，他觉得依据宪法37条我有这个权利好了，那我相信在野党国民党不会接受嘛。他国民党可能会认为说，院长你违宪了，宪法37条根本没有说你可以不附属，你就是要来附属。那这样会要怎么办？其实理论上也是要来提释宪，让宪法法庭来做一个终局裁判。可是现在宪法法庭无法运作，所以现在变成说，像篮球场上两队打球，可没有裁判，那打着打着，大家火气越来越大，最后就变没有的球打了，变打架。那我觉得这个对民主是有害的，所以应该还是要想怎么样让宪法法庭来恢复正常。对，吴峥，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孰令自知呢？为什么宪法法庭不能运作呢？还是归根结底在赖清德嘛？你现在是朝小野大，全世界朝小野大，只有协商嘛。没有硬干的嘛，你又不是土皇帝，那大法官为什么全部是你民进党提名，都要是你偏民进党的呢？为什么不可能先协商一下呢？说这些大法官，像美国，对不对？现在很特别啦，6个保守派，3个这个自由派，因为几个保守派啊身体不好或是死了，在川普在那提了。以前基本上9个美国大法官终身制哦，大概都是4个保守派，5个自由派，或是5个保守派，4个自由派，都差不多的哦。然后呢，最后看那个。这首席大法官来裁决，因为变成4比4嘛。你们现在不是这样啊 ？NCC 委员，你们有跟在野党协调吗？你这个中选会委员有跟在野党协调吗？你所有的这些提名的人有跟在野党协调吗？你明明实力不够，你偏偏要全部我自己干，那在野党会让你过吗？你今天民进党如果是在野党，如果你是立法院多的，然后总统是国民党，你民进党会通过他的人事案吗？你一个也不会通过。我告诉你，行政院都上台都报告不了，一定是这样嘛？你一定要协调、沟通、协调，大家来探讨一下，或是民进党违背提名这些人，事先沟通一下，你们有什么意见呢？你们有没有更好的人呢？这些人你们有什么意见？才去表决成功，你硬提进来，怎么会成功呢？没有表决前知道不会成功嘛？我今天不是立委，我是立委，我也不会给你通过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台中市长原来其实没有什么悬念了其实真的原来没有悬念，就是江启臣会代表国民党。但是因为杨琼也出来，他资历很深，做过卢县的台中市副市长，他为什么不行？所以现在变成说蓝营这边有2个都还不错的候选人。
那卢秀燕没有表态要支持谁，不过呢，跟着江启臣一起去拜庙，他就想说，这什么意思？而且呢，东兴宫说很灵验，说有求必应，心想事成，所以成为地方的信仰中心，说很灵验啊。那这两个同框好像也有某种意义了哈。那另外呢，好，最新的民调说蓝营做了一个民调，这上报登的了哈，说江启臣赢杨琼英28.5%，杨琼英很优秀，也资历也很好，但是呢，因为上次本来大家就认为是江启臣，上次吴敦义当党主席的时候，大家就认为说就是江启臣，结果呢，当时卢秀燕希望能够做民调，然后后来就做了一个民调，做民调以后呢，卢秀燕赢江启臣2通电话，1000多通电话只赢2通，但江启臣很有风度，愿赌服输，没有说我抗议啊，这2通差很远，差很近啊，应该重做，没有，就让卢秀燕选了那卢秀燕8年下来做的也很好，所以大概整个情况这样，所以大家本来觉得说，那这样的话就江启臣嘛好，那杨琼英现在要出来，那民主制度啊，对不对？你要尊重制度啊。好，那他们做了一个民调了哈。那有2种，一种说我们私下先做个民调，然后呢给那个2个人看看，你看看你民调差很远，就是不是就自然而退了？一种说不行，那就公开做民调那这个他们现在做了一个民调，江启臣是这样讲好了，因为民进党已经提名了何新存了嘛，所以江启臣如果对何新存是39.9比19.9，差20%，差很多那如果是杨琼英对何新存，杨琼英也赢，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杨琼英要选的原因赢了，但赢的不多只赢了1.4%那如果说这个江启臣跟杨琼英问说，你们党里面这2个你支持谁呢？江启臣41.4%，杨琼英是12.9%，所以江启臣看起来这个支持度高一些那这边说是大幅领先。那民进党的何新存就说，你问我记者会问这个何新存，你看他民党何新存就不是我做的，你去问郑丽文好了，叫他自己解读，我不要解答。蛮聪明的这个回答也没有评论，就你问郑丽文嘛，党主席嘛好，那现在是姐弟之争那联合报说卢秀燕呢，她表示的好像不沾锅，恐怕难加分那是意思就是说卢秀燕因为她也很难我杨琼英做过她副市长你是怎样所以她也很难去表态了这个杨琼英这一局现在是要确定的，就是说到底这份这个民调是哪一方所做的了当然也有很可能是国民党自己所做的民调，或者是哪一个阵营要做，然后来创造这个声势。最重要的是要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说你现在呢，卢秀燕呢陪这个江启臣去庙里面拜拜，东兴宫对，也并不代表说卢秀燕呢就站在这个江启臣这一边，因为卢秀燕态度向来是这样子嘛在这个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时候，她也是一马郎后谁来呢她都陪所以说，在这一局里面，谁可以承担在台中市来协调江启臣跟杨琼英这2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要台中的地方的大佬要来出面做这个协调了杨琼英呢，因为他的资历也非常的深，而且呢，如果说这一战呢，他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取得参选台中市长选战的话，只要江启臣当选，那就是8年8年之后呢，那时候政治形势会什么样的变化，就差距很大很大了如果说以这份民调来讲，他跟何新存的那个差距基本上就是在误差范围内就是完全就没有赢的胜算了啦。那何新存呢，当初呢是跟立文呢，他们在台中市，他们就是同一个选区的嘛他胜过了这个郑丽文。那他今天呢也很巧妙的用这样的方式把球堆回给党中央，要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自己来解决这个局。我觉得现在呢尽快的解决这些具有争议地方的提名，我觉得是立文现在的当务之急。这种事情呢拖越久，那种小话越多，裂痕越多，越难协调。王慧你这个要在宜兰选县了，你怎么看台中？我觉得一样啦。刚刚这个乃金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要怎么样解决嘛。好，那我看立文几次的发言，或是这个李哲华的相关的发言，我觉得国民党这边如果在这个同一区里面有2个以上想要选的人，看起来目前的方法确实都是先协调。那协调不了的
的话，就用民调的一个方式嘛。好，那我想台中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基本上2位都是在地方，国民党的2位其实都是战将了，而且也刚刚经历过那个大罢免哈，所以其实在这个选战的部分，我觉得其实跟这个第一线的这个民众其实应该接触的都是蛮多的了哈。那既然这个我看这个国民党目前我比较着急的，其实我不该替他着急的，但是因为我自己也身在其中嘛哈，因为宜兰也是蓝白都有人选这样子，我觉得其实确实拖越久是越不好的哦。那因为国民党内部现在看起来是有一个提名的小组的产生哦，那对于这一些包含像台中、宜兰这种比较多位想要出来参选的这个选区，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越快越好，可以提出一个方式，赶快有一位来做出现的。国民党最不应该有悬念的台中市，竟然搞得这么多悬念。这个就叫国民党的无能，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哈，这个是怎么样？你就把这份内参的，不管谁做的，去给杨琼英看一下，他当然说不服气，那就请教大姐哪一点你不服气，赶快再做一个，就照你的意思，只要合理，照你的意思做没关系，但是不要不合理。就赶快把这个处理掉嘛！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晚会刚才没有提到你们的麦玉珍，你把它忘掉了。麦玉珍，因为他这一份里面没有做麦玉珍。对了，我是故意调侃他的，因为那个之所以没有悬念，连麦玉珍这种蠢蠢欲动，这个都不要考虑在内。选举到了，只要你有机会，只要你合法，你要争一口气，你要让人家提到你，你要明天媒体有你的名字。这个都是人情之常，我们伟大的本节目就不屑去谈这些东西。基本上这种情况是这样解决的哈，就是说，比如我们先不讲是不是江启臣、杨琼英了，只要2个人，比如我们2个要选，都要选，都是志在必得，做一个民调，私下做，然后我输了，给我看看，老沈赢你30个百分点，那我如果同意了，我就退了就是了；不同意，那好嘛，公开做嘛。对呀，不帮你公开做，那就公开了嘛。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初选嘛，就是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这怎么又会扯上国民党？赖瑞隆，民进党高雄市4个想要争取市长的这个提名人之一哈，赖瑞隆委员呢，他这个重启扫街拜票，因为前阵子为了接着呢，这个因为贴了一个陈菊的黑白照，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议了哈。想念花妈，一看他想念。就吓死了，就陈菊到底怎样了？而且陈菊身体也不好啊。今天院长他这个住院看大概身体不好蛮久了嘛。那在这一下以后，他赶快改了一个愿他早日复健完成啊。那当然这个照片是有它的意义啦，是当时这个梅地岛事件的时候的照片了，46周年哈。但是呢，就没想到哈，就让大家觉得说你是怎样哈。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大初选的时候呢，被传了大赖赖清德挺小赖瑞隆。那邱玉莹现在争取很厉害啊！邱玉莹就说：“赖总统没讲过特别喜欢赖瑞隆，有讲过吗？有讲过不喜欢我吗？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没有啊，没有大赖挺小赖这个事情呢。大赖请每个人。那这是高雄、台南这个风灿民调那说呢，陈亭妃支持度过半，稳定领先而且林俊宪呢甩开谢龙介那我们看陈亭妃跟谢龙介是53.2比25，1倍以上，哇，陈亭妃很强那林俊宪跟谢龙介呢，49也拉开了，44.9比30.9，14个百分点差距那我们看以前了就是说看这个全体政党支持度呢，民进党82%都是陈亭妃那国民党呢70%谢龙介，居然还有将近20%是支持陈亭妃的那对谢龙介来说呢，这个民进党也是73.8%。都支持这个林俊宪但是还是有11.8%支持谢龙介的。那国民党呢有5.7%支持林俊宪，有87%支持谢龙介那当然还有民众党，主要是中立中立的这个选民常常有左右这个选举的关键那他做了2次了，一个是10月27，一个是12月8号了。10月27的时候，陈亭妃跟谢龙介是52.6比24.9。那这次是53.2比25，几乎差不多，2次没动。
但是谢龙介有改变啊。那谢龙介跟林俊宪呢，上一次是37.2比42.3，差非常近。这次谢龙介掉了将近7个百分点，到30.9。那林俊宪多了2.6个百分点，到了40.9。所以这次谢龙介下降了将近7，它上升了3，那加起来就差不多7跟3就将近10了，主要差在这里哈。那另外呢，这个陈亭妃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有优势的。如果跟国民党另外一个想要参选的陈以信，他以前是不分区委员哈，61.6比9，50.8比13.9，所以陈以信跟林俊宪比起来，跟这个谢龙介比起来，谢龙介的竞争力还是大很多了哈。那另外呢，传出来民进党委员这个赖慧媛去替林俊宪动员而且呢说委员今天有给你们社区经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有这叫索绿鸦爆料了，说赖慧媛说如果没有帮忙林俊宪，以后申请经费都不用谈了啦，只有支持他以后才有经费了。看一下，总统也没有特别讲过说他特别喜欢赖瑞隆或者是怎么样啦那这个你也知道赖总统是一个很含蓄很保守的人那我们每次跟总统见面的时候，总统看到我都会讲加油哦这样，所以我跟总统老实讲又要讲交情的话，我们是国大的战友，国大的同事，1996年一起当国大代表。这一局的选举上面，总统也讲过，依他的主席跟总统的高度，他不会介入，他也不宜介入，那他会尊重所有初选的结果。吴正，为什么有传出来这个赖总统在台南是支持这个林俊宪，高雄支持赖瑞隆，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事情了，确定吗？确定啊。确定啊，我都听到，你没有听到吗？没有啊，没有什么好。只不过他现在其实每天你看就是光处理这个国政啦，然后刚我们讲宪政僵局什么，所以就其实就焦头烂额了。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啊，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其实这是应该说这也是一个结果的展现。就大家现在看到我们会讨论选举嘛，说好像各候选人都很积极啦，上广播啊，很多动作等等等等等。那其实因为民进党我们在游戏规则就是比赛制度方面写得很清楚了，就是包含台南、高雄、嘉义县，我们其实就是定好，就是2026年的1月12到1月17做民调，也就是1个月之后。所以这个就说赛跑好了，它的终点线非常清楚，所以当然现在最后一个月当然全力冲刺嘛。那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其实这个连续几个礼拜来，其实大家都在讲说各县市的选情。那我觉得其实民进党这方面做得不错啦，我自己帮民进党讲一下，因为我们就是让大家来竞争这个包含你说哪些县市要办初选，我们就是明定了，包含哪些县市虽然是征召，可是过程中有采用民调来做参考。然后例如说我们在彰化县就这个样子所以彰化这次我们很多立委想选，我们也是跟大家都讲好，就是我们这区是征召，但过程中我们也会执行民调来去看看现在的状况。那民调什么时候做，也都跟大家讲好，每个候选人都同意。所以我觉得民主政党里面大家就是当立委，然后地方有当过首长，想要争取出来为人民服务那很多人竞争，这是好事，人才济济。但是重点就是要有一个公平透明的机制，那其实最后就让人民来决定。台南出来的老沈怎么看？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焦头烂额，你在说谁焦头烂额？我说这个总统。哎呦，国政竹马，好大的胆子啊！那发言人说总统焦头烂额，要不要收回去？没有，我是他真的焦头烂额。没关系，老沈他是党的发言人，不是总统发言人。他是党主席呢。你说党主席焦头烂额，不管他是说被我们不该焦头烂额，很担心国防预算过不了，就还乐不是还谁就是坏孩子？没错，就是这样。就是这一点，你就是这一点纯真，我很喜欢你。不过赖慧媛讲说不支持啊，将来什么费砍掉了，没有支持的。你晓得这很像谁，你知道吗？很像川普，你知道川普说纽约 AI， 你州政府给我搞满达尼，你这个共产党，你当选了，联邦对纽约市的费用统统砍掉。结果有看到吗？1块钱都没有看，而且他们2个还默契，好得很。所以赖慧媛你就傻了，你不能用这种来恐吓你的选民嘛。那至于说赖瑞隆，我觉得赖瑞隆不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啊。但是如果他老实胜过精明吗？还是精明胜过老实？最好的人是既精明又老实，像我这样。
好，我跟你讲，我本来也要说我，你就搞半天讲你自己，好不好？赖荣为了他的小孩哭了，这个就是不精明，可哭的事情多得很。你这个事情也哭，你将来4年的市长要哭多少次？还有呢，他用花妈的照片，你现在应该是焦头烂额了嘛？焦头烂额应该用到那种目前的处境，你竟然有空去怀念花妈，对不对？因为不用怀念了，不，他大概是哈。他大概就是新潮流戏里南部的花妈戏嘛，他是想念，没有怀念。花妈另有一戏嘛，对不对？但是你又用黑白的照片，那又说怀念他，希望他身体健康，大家都往坏的地方想，你知道吗？对了，知道。你这个你不觉得他好人？我记得你们都说他是好人，但不精明，扛不起高雄市长这个担子。那种在我节目上好几次，我觉得他表现都还不错，很理性啊。不过老沈想念跟怀念是不一样的。来，我也。其实我觉得国民党应该做，我在上一次节目也提到，战机稍纵即逝，就是掌握这个时机很重要。所以我一直跟郑主席也建议，明定游戏规则，大家按制度走，时间越早越好，拖得越久。彼此都要竞争，大家都讲，大家都要竞争，使出所有的招式，明的暗的，什么招都用。那还有民进党在旁边要见缝插针。那当然了，竞争的对手，你见缝插针合理，国民党也要对你们见缝插针。好，就几个人竞争，那所以国民党时间是关键，明定游戏规则，按程序走，不要乱改，公开公明，大家都知道。好，什么时间点停？协调不成是吧？大佬不行，民调还不行，不同意初选，但时间定好，按这个节点走，大家都不要再出恶劣的招式了，这样子有点机会，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民进党很多已经拍板，就是他了，定义一尊权力资源，我们现在还在，到底是你还是我？这个民调我不信，你不信，那把时间点弄出来。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包含跟民众党的协商，大家协商完，公开如何协调的流程，时间点，什么时间之内新北我要完成，什么时间宜兰我要完成，协调不行，民调不行，就来大家竞争。所以这些东西就跟打仗一样，你就等，我们讲犹豫与不决啊，是兵家大忌，选举也是一样。我们大罢免、反大罢免，就是因为犹豫不决，差一点输掉。所以第一阶段全部被人，就是因为犹豫不决，好像没关系吧？你委员自己去努力，这是兵家大忌。我觉得郑主席要听进去了，时间很重要。接下来再回来。对，大罢免。柯文哲说他要来一个土城实讲，因为他在土城住过哈，要谈监狱里面的生活。他希望他变成曼德拉，因为曼德拉被关了26年，出来以后没有仇恨。其实施明德也是哦，施明德其实我真的佩服他哦，关那么久，出来他居然没有那么恨哦。有些人是有恨的哦，比如立法院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委员啊这边闹啊，我说你干嘛？你是博士啊，这教授，我被国民党关那么多年，我白关了吗？有人就有恨要报复，但施明德没有。那曼德拉哦，他也没有哦。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柯文哲在监狱里面，他看的他们给他书了，说民主党给他100多本书哦，其中一本叫《曼德拉与自己对话》，不是跟你对话，我跟我自己对话。那说时间会把仇恨磨掉啊。那而且呢，他说他希望自己像曼德拉，没有仇恨，而不是像被恨吞噬的伍子胥哦，一夜白了头啊。所以我不想让仇恨永远囚禁我。这柯文哲这句话讲得不错了哈。那另外呢，他说因为民众党啊可能晚会哦，怕我心情不好，送来了曼德拉与自己对话，所以他看曼德拉怎么在监狱里坐了28年，不是26哈，不被仇恨吞噬哈。他说我猜他应该不是一开始就能原谅，时间久了，慢慢的修炼就原谅了哈。所以呢，他要土城实讲。为什么实讲呢？因为赖清德当时有团结实讲，记得吗？在大罢免前，赖清德搞个团结实讲，可是
讲了4讲以后，赖清德不讲了，哦，然后呢，所以柯文哲说我要10讲。他说哦，在狱里面的生活，因为狱里把手表拿掉了，所以没有时间，不知道一天这个时间怎么样，所以他就说，因为一天有5次供水，水龙头一开，放在水桶，他就知道说判断大概是什么时间了啊。冬天热水限量供应，他的室友非常怕冷，他跟有一个人住啊，他换了好几个一个人住的人，他常常把大部分的热水给那个室友洗。哦，室友觉得哇，真感恩哦，因为他没有那么怕冷，而且呢，他出了狱以后舍不得睡觉，因为在看守所每天晚上9点就要就寝哦，所以出来觉得哇，不想睡觉哦，说呢说民众党的民调都是靠了赖10讲来的哦，因为赖有团结国家10讲啊。那另外呢，这个他说这个国民党议员还有卓冠廷要柯文哲不要到土城开讲，那民主党副秘书长徐普说有逻辑都知道，他是嘲讽嘛，这是讲什么哈？那另外呢，他金华城现在开庭了哈，他要求直播，那审理不直播，说录影以后再直播。柯文哲，你们怕什么？怕什么？直播有什么好怕的？哦，只有事后播放，为什么现在不能播放？我们看一下。前民主党主席柯文哲最新系列影片《土城研习10讲》第1讲11号晚间正式上线。我决定把我这个题目叫做“土城10讲”，因为这个赖清德总统也有那个团结国家10讲。不过这样的哦，他讲到第4讲，我很期待他继续讲下去，你知道。因为台湾民众党的民调全部靠他的演讲来维持。约14分钟影片，柯文哲花一段篇幅介绍自己在看守所的生活，连洗澡都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第一，时间有限制。如果是冬天的话，你知道吗？他会分配那个热水，热水就是那1桶。因为我那个室友很怕冷，你知道，所以我大部分都是让给他洗。我都是做的图啊。那书放哪？这个太高了，我那个床。另外分享自己阅读约100本书籍，先分享2本，一本是《曼德拉传》，另一本是《达赖喇嘛跟荼毒主教》。那他们怎么克服那一个仇恨？没有让自己陷入那种循环报复的。我希望我是曼德拉，不要变成伍子胥，因为我不想让仇恨，你知道永远囚禁我自己。而自己过去1年最大的感触，柯文哲这么说：这个司法勾结特定媒体，你知道沦为政治打手，这是目前台湾人民对这个案件的普遍印象。那这个要去修补它，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预告未来还有更多影片，柯文哲也向支持者喊话。我可以撑这么久的理由，是因为只要你们不放弃，阿北就不会放弃。所以我没有想到说，我被关在那里那么整整1年，你知道，怎么在几乎台北看守所外面都有人在举牌呀？感谢小草努力声援，柯文哲说都有看见。我觉得他这个所谓的土城10讲哦，其实我觉得他对话的对象有2个啦。一个当然他非常感谢在他被关押在看守所的这1年，非常多的小草在各地的支持之外，他常常就是说因为他在里面都没有办法接触什么人嘛，那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一整天的那个庭训完之后，又看到非常多的小草在外面为他加油，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是要来跟他小草们说，就非常谢谢他们。在过去1年来的这个支持跟这个陪伴这个对他在心理上面，因为他后来出来又看到很多我们记录的大影片就很多小草在这个看守所外面淋着大雨陪伴他。另外一个我自己的观察，我倒觉得以第1讲来说，我觉得它还是一个自我对话的过程，我会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他也回看一下他在这个看守所的这1年，他所遇到的一个所有的事情。那一般当然大家对里面的状况不是很了解嘛，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10讲有2个对象，一个小草，一个他自己。另外就要回来讲，就确实他这段时间在里面，我相信他看了非常多的书因为我去找他就是请教一些就是宪政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拿到他架上的书，每个翻开他都有画重点那最后还是要讲一下啦就是说，
这个土城市长到现在哦，其实还不到1天的时间，已经有27万的这个观看，也确实不错。跟这个赖总统的这个实奖看起来，这5个月可能还不到20万，然后这个真的也是差距蛮大的。所以要讲一下哈，这个所谓的法庭直播哦，最后变成法庭纪录片，而且角度还要从这个法官的后面照出去，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老沈，你也被关过，来说说。是这样啊，我的关就是2个礼拜14天，跟他不能相比。我觉得他大致上哈，在 physical 就是说身体上是恢复了，看起来你看是大部分是恢复，不过他少我20岁，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我越来越觉得柯文哲很像陈水扁，真的很像，这2个都很机灵，而你说难听一点都很炸，而且呢，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司法案件灌进很多的政治成分，而且他们2位啊，就是弄刚细啊，就是为了达到他们心里头设定的目标啊，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这2个人哈，你看一个是戴罪在身哦，戴帽子的戴，一个是戴罪在身，也是戴罪，是等待的待，一个戴罪，另外一个是戴罪。那2个人都没有考虑到他们自己的身份，非常的嚣张，这是给社会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胡正，我其实对柯文哲做这个土城市长没有什么太多负面意见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的照他所讲，这一段时间里看了100多本书，那说他没有成长，大概也不太可能。那成长，不，一个人看了100多本书，67岁还会成长，我觉得会了，就是，那只是说，这个他其实柯文哲以前也。就是说因为他讲到是说哇放下仇恨这样子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但是他以前也讲过很多这种人生大智慧嘛，说啊生死的智慧啊，一个晚上吃了3万顿啊3万元的晚餐，然后就隔天一早起来一看拉出来，还是一样啊，所以人生不都浮云等等等等。但重点是说，那你的政治上的行为有没有跟你阐述这种价值观相符？所以讲到我比较不喜欢、不认同的是，他还是把他的司法案件政治化这件事情。因为包含他讲到说，什么大罢免、大失败这个是因为北检检察官的作为。那我觉得这个司法案件跟政治这个公民投票有什么关系？那或者是他讲说，这个现在没有直播，而是事后公开播送。这个北检或法院你们在怕什么？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立法院修过的法院组织法，其实，在所谓的这个法院组织法修过的，其实文字就这样嘛，就是说地方法院原则上不去公开播送，但是遇到社会重大瞩目案件，得以适当方式公开播送。所以本来法条写的就是公开播送，不是写直播。所以你现在要去故意带一个风向，好像说法院又出招了，又给你打压了，又抹黑了，那我觉得不是事实。将军。其实我们从文化面来看台湾人同情弱者，中国人同情被害者。那今天柯文哲扮演的角色就是弱者嘛，我是个被害者，所以这件事情必然会引起很大的风波，必然的，因为他是一个弱者，他演的是被害者，不止民众党，全民都会看。哎呦，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一关注，点阅率一高，代表就是支持度了。所以这件事情，民进党不要轻忽的。淑慧，坦白说啦，政治人物把司法案件政治化，这个是可以理解。可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司法人员把司法案件政治化。现在台湾的检调让人家不信任，就是因为你们是司法人员，可是你们却把司法案件给政治化。我觉得要紧张的不是民进党柯文哲的这样的满血复活，要紧张的是未来。